大家好，可一科技公司呢，我们主要是专注于区块链技术咨询以及教育培训领域。目前呢，我们仅专注于公有链 BSV 区块链的基础设施技术以及一些商业应用的场景。那么我们本次大会上海区块链开发者大会是我们公司1年1度的行业盛会。那今年呢，我们克服了万难的阻力，然后依然选择了采用线下以及线上的双重形式。主要呢也是考虑到上海作为一个这个全球的大都市，也是科技领先的地区，我们希望创造这样的一个平台和场景，能够邀请到各行各业，并不仅仅是区块链行业的这些创新者、创业者，而是把更多行业的精英以及创新者吸纳到我们这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当中来。那我们的会议目标呢，首先就是希望能够向各行业传播正确的区块链技术的信息。同时呢，也阶段性的向大家展示出来现有的这个区块链技术基础设施的发展情况。最后呢，希望我们能够逐步的转化一些创新者、创业者，让你们去发现你们自己现有的这些商业场景当中，有哪些地方是可以使用区块链技术为你们自己赋能的。那我们大会面向的人群呢，主要就是研究学者。大家会发现，我们其实不管是到场的嘉宾，还是我们今天的演讲者当中，有非常多来自于学术机构的人。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欢迎企业家，真正在企业和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当中具有决策权的人。另外呢，就是年轻的，甚至是非常有经验的创新者，还有就是有真正的开发实力的工程师。因此，我们这个大会呢，在未来的1天半的时间里面，会给大家全方位的展示出一个强大的、可使用的、全球最领先的区块链技术是如何能够给大家开拓视野，如何能够让大家去探索未来的一些新机遇和可能性的。那么，在这一切之前，在我们今天其他的嘉宾演讲之前，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先抛下自己心中本身已经对区块链这个概念或者这个领域的一些旧有的观念。我要很诚实地告诉大家，在未来的2天里，大家不会听到或者不会看到所有区块链活动或者会议当中所提到的所谓的财富密码或者是投资机遇。我们将真正的只专注于区块链技术，去探寻区块链技术或者这种新的领域衍生出来的所有新的这种概念名词里面，它们到底真正蕴含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相信很多朋友在场的各位，即使不是行业里的从业者，那么你们也一定是对这个领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经常都能听到很多现在官媒，甚至一些主流的媒体，甚至政府机构，他们也都在学习区块链技术。同时呢，也把这个技术说为未来非常有前景、很前沿的一个领域。那么，可是我们真正的看一下眼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技术已经实施的这个程度，大家都会很困惑：以这个技术现有的这些传播的这个理念和这个概念，它怎么可能会成为亿万人都可以使用和受惠的一个技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我很经常听到区块链，但是我与它依然是很遥远的。而大家更多的普通人更多的能够感受到或者是听到的，都是这些，比如说身边朋友或者是一些媒体渲染的这些一夜暴富的这种神话啊，或者是这些泡沫。如果深入学习想了解的朋友，又会发现这个行业里在不断的涌现出一些新的概念、新的名词，而且这个新概念涌现的速度还在逐渐的增快。但是当我们所有人去看到这一些东西的时候，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就是为什么这个技术是未来，为什么这个技术能够让人们受惠，为什么这个技术总是在伴随着这些财富或者是泡沫的这些东西在一起存在着？因此，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大会结束之后，大家每一个人都能有自己心中的一个答案。那么，在我心中，区块链本质
它并不是很多媒体或者很多人所渲染的这种数字时代的黄金，或者是加密世界的货币，或者是无政府主义所探寻到的一个全新的自由的世界。这一些概念，它确实很打动人心，尤其对于个人来说，它是非常有鼓动性，也是真正的在现实中吸引了很多人加入到区块链这个领域的一些原因。然而，它并不代表区块链，它也不是区块链本身的价值。我们反过来说，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技术性的会议，那我们看一看区块链技术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反而就是非常朴素，没有任何吸引力，看起来很平凡，看起来又像是很老的技术，简简单单的一两句话就可以说出来。这里我只写了我自己认为最容易向别人解释的2句话。那么区块链网络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可公开访问的分布式数据网络。如果更通俗一点，我们可以管它叫分布式账本技术。同时呢，它区块链3个字，它既不代表币，它也不代表金融，它也不代表财富，它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数据网络的一个概念。但是区块链它还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概念。每一个区块链它都是一系列数据协议的一个集合。因此，当我们在谈区块链的时候，它是一个大范畴，然而这个范畴里面还分着不同的这个区块链的技术和区块链的网络。不管对于某一个特定的区块链，所有的参与者都必须要遵循着这一个区块链的一系列的协议，去写入、读取以及维护这样一个庞大的数据账本。那么看到这些，我们就能够总结出来，区块链与普通的这种数据网络或者是数据库，它有哪些本质上的不同呢？首先，它应该是可以开放访问的，区块链上的数据都是开放的。第二，因为区块链它使用了非常新式的这种区块以及链式的一些数据结构，因此区块链上已经生成的数据是不可能再被任何一方去改写，或者是篡改，或者是删除的。同时，因为它是一个设计的非常精良的一个分布式的网络，它也不依赖于任何一个或者某些特定的第三方。那这些概念其实大家都知道，对吧？我相信任何一个学习和了解区块链技术的人都是能够看过的。但是它听起来好像就不那么诱人了，对不对？就是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系列炒作的这些概念、这些新的这些名词，听起来那么有吸引力。我们再往回推，我们看一看最初比特币这个诞生在世界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区块链的雏形它叫什么名字呢？我们在比特币白皮书的第3章里面就能看到，其实当时并没有区块链这一个词。当时比特币被描述成了一种分布式时间戳服务器。这一个词很长，这一个词听起来很朴素，这一个词说出去感觉就不像是一个新领域、新技术、新概念。然而这一个词就囊括了一个区块链网络它所包含的所有最有价值的东西。首先，它是分布式的；第二，它给数据加上了不可逆转、不可篡改的时间；第三，它是一个服务器。区块链它是一个服务器，它是存储数据的一个服务器。那么数据对我们每一个人或者对于社会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纵观人类的历史长河，我们一直在用各种的方法去记录、维护和去使用数据。从上万年前，人类开始使用这种结绳，或者是使用一些这种固体物件去做计数，再到后来开始把一些文字、图案刻在一些坚硬、能够保持长久的东西上，再到100年前，开始出现了一些机械，我们来用机械去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数据记录以及统计。再到几十年前，我们出现了计算机，开始使用磁盘来记录更多的数据，去维护更大的数据。再到现在，我们覆盖全球的这种云服务器。那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追求
如何更好的去记录数据、维护数据以及使用数据。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的每一步文明的前进都是需要积淀的，而我们积累下来的这些人类文明的数据，它就在推动着我们整个社会的文明往前发展。我们记录的这些数据可以促进人与人、机构与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同时能够推动整个的经济交易与发展。对我们个人和对于公司来说，这些数据也会成为我们决策的主要的依据。那对于政府和治理机构来说，它也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这种治理方法。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数据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当下在2021年的时候，数据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里呢，我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权威的一个数据。我们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现在每1秒钟都会为这个世界产生1.7兆的数据量。大家可以想象吗？刚刚过去的1秒，我们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1.7兆的数据量，而未来这个数字还要呈大家不可想象的指数级上涨，因为马上我们知道物联网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以后不仅仅是人在产生这些数据了，以后可能比人更多很多倍的数据是由机器之间、物之间去产生的。那我们面对这些大量的排山倒海般的这个数据，我们必然就会面临相应的挑战。这个挑战不需要大家是做大数据行业，不需要大家是做这个信息行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当你拥有大量的数据的时候，你如何去管理你的数据？你如何去找到对自己有效的这些数据？同时，你如何去信任外部的或者别人向你提供的数据是真实有效的呢？是吧？这些其实在现在我们就已经每一天都在面临这样的事情。那对于个人和企业来说，我们可能每一天工作生活当中花费的时间精力，其实都是在做这些事情：管理你的数据，找到有效数据，信任别人的数据。这时我们就需要了区块链技术。这才是区块链技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我们刚才一直在反复地强调，区块链技术它就是一个数据网络，每一个区块链它就是遵循一系列协议和规则的数据网络。而它设计的时候，它所固有的这一些天然的优势，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数据爆炸，以及在数据爆炸情况之下，我们所面临的这些挑战和困境。那么这几个优势其实都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宣传的区块链技术的一些优点。它是更安全的，它上面的数据因为带有时间戳不可逆转，它是更可信的。但是后2个呢？现在有人会跟你们说使用区块链成本更低吗？有人会跟你们说使用区块链的话，你的性能会很高吗？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区块链技术发展的非常初期、非常蛮荒的一个阶段。我们能看到世界上现在全球有很多的区块链网络、区块链项目、区块链技术，都在如雨后春笋般的诞生。他们每一个都会描绘出来自己非常美好的这个愿景，以及自己的这些优势。然而刚才我们说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数据网络，我们需要的是个安全、可靠、可使用、使用成本低、性能又非常好的数据网络。这才是我们真正追求最好的、最有效的区块链技术的唯一标准。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着非常多的项目在市场上，他们每一个都在描绘着自己不一样的特点，因此我们能看到现在整个行业就出现了非常多的误解。比如说有的项目他就说，我的项目大家都知道区块链是可以公开访问的，都是公开透明的信息，那你是不是很害怕你的信息被别人知道？
那我们的这个区块链技术是匿名的，我们的是全保障你的隐私的。所以这样子的项目就给市场传递了一种误导，就是可公开访问的网络不能保障信息的安全。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每一天都在访问公开的平台和网络，我们每一天都在传递自己个人的密钥和信息去这些平台上，是吧？我们其实是可以使用很多密钥管理、身份管理以及加密的技术，是可以保障我们即使访问一个公开的网络，但是我们个人的数据依然是隐私以及安全的。第二个误区呢，也是我们最近经常看到的一个误区，就是大家一谈到你这个区块链上是有币，或者是一听到币就会退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国内有现在的一些这个现行的政策是对这个是强监管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监管？我认为政府的监管它一定不是毫无理由的。政府的监管就是因为有许多人已经开始在利用一些区块链项目上面这些币给别人造成的这个财富效应来吸引大家去参与，然而它背后并没有真实可以支撑的这个技术。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所有人都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看到币就已经一票的否定了这个技术或者这一个区块链。另一个呢，就是大家认为说我们区块链分布式账本，那我们就是要结成一个更强大的一个信任共识、信任网络。那我们结盟就是建立的这样子的信任网络。那我们更多的现在看到国内的很多项目，就是以这种联盟链或者是一些机构发起的内部的这个企业链、私链为准。我认为结盟是信任这句话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区块链它的本质和本源的时候，这一个问题我可以留给大家，我们今年、明年甚至3年之后再看一看真正的区块链会发展成什么样子。那在开始我最后的一些观点的输出之前，我还是要给大家不断的强化，区块链网络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它是一个对等点之间可以直接对话和通讯的系统。一句话很简单，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的这种对话和通讯其实都是经过了平台。那么这一个会如何改变我们未来的数据模式？第二个呢，就是区块链上它是一个数据网络，那我们必然要去做这个数据的记录和查找。在记录数据的时候，我们会为记录加上时间戳，同时呢，因为它的网络结构它是不可篡改的。那么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记录、什么样的数据上链呢？很多人也会在这个事情上发生困惑。如果它既然是一个公开访问的网络，那我是不是数据只要放上去就会被别人看到呢？那这里我写了，你可以放上你的原数据，你也可以放上数字指纹，同时你也可以放上代码逻辑。那么这一些这种叫使用区块链的模式以及范本，都会在我们今天和明天的演讲当中，有不同的演讲嘉宾会为大家做一些示范。那我们可以放在区块链上的数据都有什么呢？比如说大家的文件、证书、你们的身份，甚至人和人、机器和机器之间的这些关系，还有你的一些数字资产以及一些通讯权限，这些东西都不是新的，这些东西都是已经在我们互联网的时代已经实现的东西。但是大家想一想，当我们有一个可信任的、高效的、可以点对点直接通讯的、低成本的、所有人都可以访问的区块链网络的时候，这些东西它就会完全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模式不一样。那么区块链这一个技术，它真正的价值，其实就是我们重新塑造了信任的机制。我们需要使用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够全球相连的、公开的、大家都可以信任的、透明的、可以审计的数据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使用区块链技术去引爆
数据的力量。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如果我们希望实现这一点，我们对区块链的这个技术，我们对某一个区块链的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首先，它是需要能够承载海量数据的。既然我们说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数据放在上面，那它必须是一个可以承载海量数据、可以扩容的一个区块链网络。其次，我们把数据都放上去了，我们是要使用它的，对吧？就像谷歌为什么现在会成为巨头，因为它在20多年前，当互联网上还没有什么信息的时候，它就已经想到了未来信息多的时候，我需要让用户能够找到他们有效的信息。因此，我们需要这个区块链网络能够做非常强大、有效的这种数据索引，要有很强大的数据结构能力。最后，我们需要这个网络是全球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的、访问的，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它才有一个整体的价值。因此，它必然需要支持数据的高并发，它必须要性能是非常的强健的。那么，当我们对区块链有这样的要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现在整个区块链行业正在考虑的，我们要设计什么样的区块链基础架构，我们要对我们的区块链项目做什么样的经济模型，我们要设计什么样的共识机制，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能够可持续发展、未来有长远发展前景的区块链网络的关键因素，而是上面这3个才是。那么接下来我就想向大家展示，在目前2021年的时候，整个区块链行业发展之下，到底是哪一些区块链网络技术和能力遥遥走在了领先的位置。那么截至到今天 ，BSV 区块链上的 TPS 峰值已经达到了5124笔交易每秒。这一个目前是远远高于 Hyperledger 的2700笔 TPS， 以及大家所比较熟悉的这个以太坊和瑞波，我也都写在这边了。那么 BSV 区块链呢，目标会在今年年底或者在明年年初的时候，主网生产状态下 ，TPS 可以达到5万这样子的水平。我们大家试想一下，这个时候全球有320万人吧。这边举了一个例子，320万个人同时希望向区块链上写入一笔交易。如果在 BTC 上呢，320万笔交易需要大约处理多长时间？好多天。在以太坊上呢，也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在 BSV 区块链上，这张图就是我们已经发生的事情。在 BSV 区块链上，320万条数据只需要在下一个区块就可以写入到 BSV 网络当中。然而这还不是极限，我们希望远远的突破这个极限，来能够成为能够让全球数亿或者数十亿的人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开放的、公开的网络。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区块链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多么高深、用很多大家听不懂的词汇去描述的一个新技术。它对世界的改变，我们可以用一句话，然后让大家发挥自己无限的想象力。你们想象未来有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公开访问的、非常低成本的、可以信任的全球通用的数据网络，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对于监管机构来说，我们就不会再看到欺诈、贪腐和侵占。对于网络安全来说，那些黑客他就不可以再删除他自己的日志，因为所有的日志信息可能都通过物联网的方式上传到了区块链上。大家想象一个没有黑客勒索的时代，所有的这些勒索的这个信息和交易都可以通过区块链去追溯和查找。我们再想想，我们个人现在被平台绑架，我们想要切换平台的时候无法转换自己的数据。当你个人拥有自己的数据的时候，你可以随意的对你不喜欢的平台用脚投票，换到别的地方，你的数据依然跟着你。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当物联网真正的蓬勃发展的时候，全球处于海量的数据的时候，
我们如何用区块链更加低成本的去管理和保障我们整个物联网的这个数据的安全以及系统的安全。所以我希望所有到场的嘉宾以及我们云端的观众，当你们听完今天以及明天我们所有演讲嘉宾他们去介绍自己在各自的领域做的一些学术探索以及这些应用商业的探索的时候，你们能在心中给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虽然我们还在区块链技术发展的蛮荒期，但是万物都在曲折中发展。现在的很多噪音，现在的很多困惑，都只是暂时的。如果我们心中看到了未来的光明，我们看到了那个答案，我们就可以在这一次浪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机会。数据这个词，在我今天的演讲当中提了可能超过了100次。数据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的词 data， 这个词它真正的意思是给予。当我们总认为很多公司都在考虑说我如何用数据去变现，如何用数据去赚钱的时候，想一想，数据的真正意义在于给予，是我们每一个个人给人类发展文明当中的添砖加瓦，是我们每一个商业为这种社会责任、为世界向着更好的发展的时候做的一份贡献。那么区块链技术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打破地理边界，打破数据孤岛，去提高我们的数据透明可信度。那么我们的愿景就是应该使用真正的区块链技术去构建更好的社会，用区块链技术去构建诚信的数据网络，因为这样才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受惠，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更优质、更智能、更健康的家庭、社区以及整个商业环境。因此，我们这个会议真正的目标就是希望向大家传递这样正确的、积极的、有前瞻性的这样子的整个行业理念。我们希望在这些理念之下，能够鼓励大家发动自己的才智，去做出自己的创新。然后我们公司也希望尽一份绵薄之力，对这个区块链的开发、创新人才的培养助力。最后呢，就是谢谢大家，再次感谢在疫情之下到场的所有的嘉宾。这是我们公司的联系方式，如果大家对我们的业务还有对我们的商业模式都很感兴趣，欢迎联系我们，谢谢。